你脚下的沙粒和天上的恒星哪个更多？你可能觉得这还用问吗？沙子遍地都是，星星抬眼才看见几颗。但事实恰恰相反，地球上所有沙漠、所有海滩、所有河床里的沙粒加在一起，大约75万亿颗。这个数字已经大到离谱了，对吧？可观测宇宙里的恒星有多少呢？大约2000万亿颗。恒星的数量是沙粒的20多倍。把地球上每一粒沙子都数一遍，还不够天上星星的一个零头。而这还只是我们能看到的那部分宇宙，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930亿光年。在这个范围之外，还有多少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星空，没有人知道。说真的，这件事想想就觉得荒唐。人类没有星际旅行的能力，连最近的恒星都去不了，最远的人造物体飞了快50年，才勉强摸到了太阳系边缘。我们站在一粒尘埃上，隔着大气层，用肉眼和望远镜去窥探整个宇宙。这就好比一只蚂蚁趴在沙滩上，试图通过观察海浪的方向来判断太平洋的形状。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居然做到了，不是靠飞出去看，而是靠脑子，靠数学，靠几百年间一代又一代人把碎片拼在一起。探索的一切要从400年前说起。在那时候，人类对宇宙的理解简单得很，地球在中间，太阳围着地球转，所有的恒星都镶嵌在一个巨大的球壳上，这个球壳就叫天球。天球就像一个碗，碗壁上贴满了星星，地球安安稳稳地坐在碗底。这个画面很直观，你抬头看天，星星确实像贴在一个圆顶上。古希腊人是这么想的，中世纪的欧洲人也是这么想的。连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虽然把太阳放到了中间，但那个恒星天球还在，恒星依然贴在球壳上，只不过球壳的中心从地球变成了太阳。打破这个球壳的人是一个你可能从没听过的英国人，叫托马斯·狄格斯。1572年，天上出现了一颗新星，不是那种缓缓变亮的，是凭空冒出来的，一夜之间比金星还亮，白天都能看见。当时的人吓坏了，天上突然多一颗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上的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亚里士多德说过，天界是完美的、不变的。可现在天上冒出一颗新东西，这不扯吗？这颗新星后来被称为地谷超新星，因为丹麦天文学家地谷布拉赫对它做了详细记录。但狄格斯也观测了这颗星，而且他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这颗星会变暗，最后完全消失。如果它是镶嵌在天球上的，它怎么可能变暗消失呢？天球上的恒星应该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除非这颗新星根本不在天球上，它在更远的地方。狄格斯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想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结论。他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往前走了一大步，提出恒星不是镶嵌在任何球壳上的，它们散布在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空间里，有的离我们近一点，有的远一点，远的就暗，近的就亮。宇宙不是一个碗，宇宙是一片没有边界的大海。他还画了一幅图，在这幅图上，哥白尼的恒星天球被打开了，恒星像撒出去的芝麻一样散落在无限延伸的空间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幅无限宇宙的图景。
有意思的是，狄格斯把这幅图收在他父亲伦纳德·狄格斯的一本天文学著作的附录里。他父亲是个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师，搞过测绘，也搞过天文观测。但老狄格斯去世得早，没来得及把日心说的思路推到那么远。小狄格斯接过了父亲的望远镜和笔记，把哥白尼的革命又往前推了一步。说真的，科学史上有不少这种子承父业的故事，但能把父亲的未竟之业推到颠覆人类宇宙观的高度，狄格斯父子这算一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把宇宙从有限的碗变成了无限的海。说真的，你想想那个场景，400多年前，没有望远镜，没有照相技术，就靠肉眼和脑子，一个人看着天上那颗慢慢变暗的新星，想出了宇宙是无限的。这跟现在最先进的望远镜告诉我们的结论，方向上居然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的，里面真的有无限多的恒星，那马上就会冒出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版本很多，但最终把它总结成一个精确悖论的，是19世纪的德国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奥伯斯。奥伯斯问了一个看似幼稚，实则致命的问题：为什么夜空是黑的？你以为这是废话吗？夜空当然是黑的，太阳落山了吗？但仔细想想，如果宇宙是无限大的，而且存在了无限久，里面均匀分布着无限多的恒星，那么你朝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你的视线最终都会碰到一颗恒星。不管那个方向多偏，不管那颗恒星多远，只要宇宙无限大，恒星无限多，你的视线总会落到某一颗恒星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夜空不该是黑的，应该是白的。不是普通的白，是像太阳表面一样亮得发烫的白。每一个方向都应该是亮堂堂的，因为你看到的每一块黑暗的地方，远处都有一颗恒星在发光。这就是著名的奥伯斯杨谬，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却像一把刀子一样，直接捅穿了无限永恒宇宙的整个逻辑框架。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远处恒星的光被星际尘埃挡住了。奥伯斯当时也想到了这个解释，但他很快把它否了，因为尘埃吸收了光，自己会变热，变热了就会重新辐射出光，时间一长，尘埃和恒星之间会达到热平衡，整个天空还是应该亮着，尘埃挡不住这个问题。也有人会说，恒星不是均匀分布的，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但这救不了场。就算分布不均匀，只要宇宙无限大，存在无限久，光总有时间走到你眼里。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成了贯穿整个天文学发展的一根暗线。从奥伯斯提出它到真正解决它，中间隔了100多年，而解决它的答案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夜空为什么是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等到20世纪才浮出水面，但在那之前，人类得先学会丈量星辰的距离，而丈量星辰这事儿，比你想的要曲折得多，也心酸得多。先说一个人，威廉·赫歇尔。赫歇尔是个德国裔的英国天文学家，白天当音乐家，晚上看星星。他自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反射望远镜，口径1.2米，在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赫歇尔有个了不起的想法，他要把银河系的形状画出来。怎么画呢？
他用的方法叫恒星计数，简单说就是把望远镜对准天空的不同方向，数每个方向能看到多少颗星。如果某个方向星多，说明银河系在那个方向延伸得更远；如果某个方向星少，说明那边到头了。赫歇尔花了几年时间，数了数千个天区的恒星数量，在1785年画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银河系结构图。这张图显示，银河系是一个扁平的圆盘结构，太阳大致在圆盘的中心附近。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有形状有结构。但赫歇尔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在他的宇宙观里，银河系的边界就是宇宙的边界。他不知道银河系外面还有别的星系，因为他的望远镜还不够大，看不了那么远。赫歇尔的局限不怪他，技术就到那个程度。真正要量出银河系有多大，甚至量出银河系外面的距离，需要一把全新的尺子。而这把尺子是一个时薪只有30美分的女人找到的。亨利·埃塔·勒维特1868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他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就是现在的哈佛大学的一部分，然后到哈佛天文台工作。但他的职位不叫天文学家，叫计算员。那个年代，天文台雇了一批女性来做数据分析。因为女性工资低，勒维特的时薪大约30美分，而同时期男性助手的工资是他的2倍以上。他的工作是什么？看照相底片，每天看几十张玻璃底片，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星星的黑点。他的任务是比较不同时间拍的同一片天区的底片，找出哪些星星的亮度发生了变化。这个工作极其枯燥，极其费眼，而且几乎没有学术地位。天文台的主任爱德华·皮克林把所有发现的功劳都记在自己和男性天文学家名下。勒维特只是个工具人，但勒维特在看底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他专注于小麦哲伦云里的变星，就是亮度会周期性变化的恒星。他注意到有一类变星现在叫造父变星，它们的亮度变化周期和它们的真实亮度之间存在一个固定的关系。周期越长，恒星本身就越亮；周期越短，恒星就越暗。这个发现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的意义是毁灭性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了一颗造父变星的真实亮度，又测出了它在地球上看起来有多亮，你就能算出它离我们多远。亮度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是基本物理。就好比你看到一盏灯，如果你知道那盏灯本身是多少瓦的，又知道它在你眼里看起来有多亮，你就能算出它离你多远。勒维特找到的是一把可以丈量宇宙的尺子，在那之前，人类只能用一种叫恒星视差的方法测距离。原理很简单，地球绕太阳公转，半年后地球跑到了太阳的另一边，视角变了。近处的恒星相对于远处的恒星，就会有一个微小的位移，测出这个位移就能算出距离。但这个方法有个致命的局限，它只能测很近的恒星，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视差只有不到1秒的角度。1秒是什么概念？你把一个硬币放在100米外，它在你眼里的角度大约就是1秒。再远的恒星，视差就小到根本测不出来了。恒星视差这把尺子连银河系的边都摸不到。欧洲航天局在2013年发射了盖亚卫星，
专门用来测恒星视差。截至今天，盖亚测出的最远距离也就大约3万光年，银河系直径10万光年，视差法连银河系都没量完。造父变星不一样，造父变星可以亮到非常亮，亮到你在几千万光年外都能看见。只要你能在一团星云里找到造父变星，测出它的周期，你就知道它的真实亮度，然后就能算出它和地球的距离。勒维特的这把尺子一下子把人类的测量范围从几百光年扩大到了几千万光年。但讽刺的是，勒维特本人生前几乎没有因为这个发现得到任何认可。他于1921年因癌症去世，享年53岁。在他的讣告里，天文台只提到他发现了变星的周光关系，但没有提到这个发现对天文学的意义。4年后，一个叫埃德温·哈勃的男人用勒维特的尺子做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发现。哈勃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先是学法律，当了律师，后来转行做天文学。他身高1.9米，嗓音低沉，举止优雅，有一种好莱坞明星的气质。有人怀疑他故意把自己的口音改成了英国贵族腔，虽然他其实是美国密苏里人。不管这些八卦是真是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哈勃拿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的使用权。这家望远镜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口径2.5米，1917年建成，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望远镜。哈勃用这家望远镜干了什么呢？他瞄准了仙女座星云。仙女座星云就是你在夜空中能看到的那一团模糊的光斑。在哈勃之前，天文学家一直在吵一个问题：仙女座星云到底是在银河系里面的，还是在银河系外面？有人说它就是银河系里的一团气体云，有人说它是另一个星系，和银河系一样大，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没有人能亮出它到底有多远。哈勃用勒维特的方法，在仙女座星云里找到了造父变星。他测出这些变星的周期，算出它们的真实亮度，再和地球上观测到的亮度比较，一算距离，结果出来了。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大约90多万光年，而银河系的直径只有大约10万光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仙女座不在银河系里面，它在银河系外面。它不是银河系里的一团气体，它是另一个星系，一个和银河系同等量级的巨大星系。这个发现一夜之间把银河系从宇宙的全部降级成了宇宙中的一座岛屿。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冲击。前一天人类还觉得自己住在宇宙的中心，后一天就发现自己住在一个偏远海岛上的一个角落里。而且很快人们发现，仙女座不是唯一的外部星系，望远镜越做越大，看到的星系越来越多。到了今天，我们估计可观测宇宙中大约有2万亿个星系，银河系只是这2万亿分之一。打个比方，如果把银河系比作地球上的一粒沙子，可观测宇宙中就有2万亿粒这样的沙子，散布在930亿光年直径的巨大空间里，而每一粒沙子里又包含着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有意思的是，哈勃发现宇宙在膨胀这件事，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早了2年。1927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发表了一篇论文，
里面已经推导出了星系退行速度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哈勃定律的那个公式。但勒梅特的论文发表在一个不太知名的比利时期刊上，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31年，这篇论文才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即便如此，科学界还是把这个发现归功于哈勃，因为哈勃有更系统的观测数据。我认为这事儿不太公平。勒梅特不仅有理论推导，甚至还有初步的观测数据，他比哈勃早2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科学界的惯例就是这样，谁的声音大，谁的数据硬，谁在更知名的平台上发表，谁就拿功劳。哈勃有威尔逊山2.5米望远镜的数据支撑，勒梅特只有一个比利时小期刊，这不是学术能力的差距，是资源的差距。当然，哈勃的观测确实更系统、更全面，这一点必须承认。但如果你问谁第一个发现了宇宙在膨胀，我的回答是勒梅特，不是哈勃。说了半天，宇宙在膨胀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得从光说起。你站在马路边听救护车经过，救护车冲你开来的时候，声音会变尖；开走的时候，声音会变低沉。这是多普勒效应。光源也有同样的现象。一个发光体朝你飞来，光的波长会被压缩，频率变高，颜色偏蓝；远离你飞去，波长被拉长，频率变低，颜色偏红。这就是红移。哈勃发现，除了极少数离我们很近的星系之外，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关键是，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远离的速度越快，距离和退行速度成正比。这不是几个星系这样，是所有方向的星系都这样。这意味着什么？不是银河系特别招人嫌，所有邻居都在躲着我们，是空间本身在膨胀。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个气球，气球表面画满了点，你吹气球，气球膨胀，所有的点都在互相远离。从任何一个点的角度看，其他的点都在离自己远去，而且越远的点远去得越快。不是点在气球表面上跑，是气球本身在变大。但这里有个容易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大爆炸是宇宙从一个点爆炸开来，物质飞散到空间中，这个画面是错的。大爆炸不是物质在空间中的爆炸，是空间本身的膨胀。空间本身在变大，物质被空间带着走，不是星系在空间中运动远离我们，是星系和星系之间的空间在变多。这个区别很关键，因为如果只是物质在空间中飞散，那最远的星系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但如果是空间在膨胀，那远处星系退行速度超过光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不是星系在空间中跑那么快，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这也不违反相对论，因为相对论限制的是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不限制空间本身的膨胀速度。空间不是静止的舞台，它会膨胀，会拉伸，会变形。这个认知直接引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既然宇宙在膨胀，那倒退回去呢？倒退100亿年、200亿年，宇宙应该越来越小，越来越密，越来越热。倒退到极限，宇宙应该浓缩成一个点，一个无限小、无限热、无限密的点。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起点。但大爆炸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主流，
当时有一派天文学家坚持稳恒态宇宙模型，认为宇宙虽然在膨胀，但新的物质在不断产生，所以宇宙的平均密度始终不变，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稳恒态学派的领头人叫弗雷德·霍伊尔，是个英国天文学家，口才极好，能说会道。事实上，大爆炸这个词就是霍伊尔发明的，他本意是嘲讽，觉得这个理论荒谬得像一个爆炸，结果嘲讽成了名字，大爆炸理论反而叫响了。我认为大爆炸派完胜稳恒态派，理由很简单，大爆炸理论有2个稳恒态模型无法解释的观测证据。第一个，宇宙在加速膨胀，说明宇宙有一个从密到疏的演化过程，稳恒态模型解释不了这个。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一击，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说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故事简直比小说还离谱。而且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得先提一个人，爱因斯坦。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把引力重新定义为时空的弯曲，质量告诉时空怎么弯曲，弯曲的时空告诉物质怎么运动。这套理论漂亮得不得了，但爱因斯坦自己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他的方程式告诉他，宇宙不可能是静止的，空间会膨胀或者收缩，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待着不动。但在1915年，所有人都认为宇宙是永恒不变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爱因斯坦也是这么认为的。为了让方程给出一个静止的宇宙，他硬塞了一个常数进去，叫宇宙常数。这个宇宙常数的作用相当于一种排斥力，用来抵消引力造成的收缩趋势，让宇宙保持静止。爱因斯坦后来把这称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因为10几年后，哈勃就发现了宇宙确实在膨胀，根本不需要什么宇宙常数来维持静止。但有意思的是，1998年暗能量被发现之后，宇宙常数又复活了。暗能量表现出来的效果恰好和爱因斯坦当年硬塞进去的宇宙常数一模一样。爱因斯坦塞进去的东西他以为是错的，结果居然是对的，只是理由完全不同。这大概算是科学史上最讽刺的歪打正着了。196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2个工程师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在用一台6米长的喇叭型射电天线做实验。这台天线本来是用来接收卫星信号的，但他们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怎么也消不掉的噪声。这个噪声很奇怪，它不随时间变化，不随季节变化，不随方向变化，全天候24小时在线，而且不管天线指向哪个方向，噪声的强度都一样。2个人快疯了，他们怀疑是天线本身的问题，于是对天线进行了彻底检查。他们发现天线里有鸽子筑了巢，于是清理了鸽子窝，又把天线上的鸟粪刮得干干净净，但噪声还在。他们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屏蔽地面干扰，检查电路，更换接收器，噪声纹丝不动。与此同时，在离他们不远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天文学家团队正在研究一个理论预言。他们根据大爆炸理论算出，如果宇宙确实诞生于一次大爆炸，那么在大爆炸发生大约38万年后，宇宙冷却到了足以让光子自由穿行的温度。
那些最初的光子应该还弥漫在整个宇宙中，只是随着宇宙膨胀，波长被拉长到了微波波段。他们算出这些光子的温度大约应该是3开尔文左右，也就是绝对0度以上3度。他们正在造一台天线去寻找这个信号，结果还没等他们造好天线，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先无意中收到了那消不掉的噪声，就是大爆炸的余晖。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 2.7 开尔文，和理论预言的3开尔文极其接近。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温度有点抽象，这么说吧，你家电视机，如果你把频道调到一个没有信号的台，屏幕上会出现雪花噪点，这些雪花噪点里大约有1%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说，你电视机里的雪花有一部分是宇宙大爆炸发生后38万年时释放出来的光。138亿年前的光穿过整个宇宙的膨胀，落到了你的电视机屏幕上，变成了一粒雪花。这不够浪漫吗？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为这个偶然发现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普林斯顿那个团队虽然做出了正确的理论预言，却因为慢了一步，什么也没拿到。科学就是这么残酷，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基本上判了稳恒态模型的死刑。霍伊尔本人直到2001年去世都没有完全放弃稳恒态理论，但主流科学界已经不跟他玩了。大爆炸理论成了宇宙学的标准模型。后来1989年开始，美国航天局发射了一系列卫星来精确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第一颗叫宇宙背景探测器，它证实了微波背景辐射具有极其精确的黑体辐射谱，温度是 2.725 开尔文，和大爆炸理论的预言吻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后来的威尔金森微波各项探测器卫星更进一步，测出了微波背景辐射中极其微小的温度涨落，只有10万分之一的差异。但正是这些微小的差异，代表了早期宇宙中密度的微小不均匀。后来在引力的作用下，这些不均匀被放大，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和星系团。你可以说，你今天看到的每一个星系，每一颗恒星，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图上都能找到它的胚胎。好了，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夜空为什么是黑的？奥伯斯杨谬的答案终于可以揭晓了。原因有2个。第一，宇宙不是无限古老的，它诞生于大约138亿年前，这意味着我们能看到的宇宙是有边界的，不是空间上的边界，而是时间上的边界。光速是有限的，138亿年之内发出的光才有可能到达我们，更远的光还没来得及到。所以即使宇宙无限大，我们看到的也只是有限的部分，这部分的恒星数量不足以把整个天空照亮。第二，宇宙在膨胀，远处星系的光在膨胀的空间中传播时，波长被不断拉长，能量被不断稀释，原本可见的光被红移到了红外甚至微波波段，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了。所以那些远处恒星的光即使出发了，到达我们的时候也已经虚弱到和黑暗没有区别了。夜空之所以是黑的，是因为宇宙有起点，而且还在膨胀。一个有起点的宇宙不可能是无限古老的，
一个膨胀的宇宙不可能让远处的光保持原样。奥伯斯杨谬的两个前提，宇宙无限大和宇宙永恒存在，都被推翻了。你可能没想到的是，奥伯斯本人1826年提出这个悖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质疑无限宇宙，他只是想指出无限静止宇宙的模型存在逻辑上的困难，但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困难最终成为推翻无限永恒宇宙的致命一击。一个好问题比100个答案更有力量，奥伯斯杨谬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答案挺让人安心的，宇宙有起点，夜空是黑的，一切都说得通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没那么舒服了。在大爆炸之后的几十亿年里，宇宙经历了一个有趣的阶段，引力和膨胀在拉锯，引力试图让膨胀减速，膨胀的惯性试图维持速度。在这段时间里，物质在引力的作用下逐渐聚集，形成了最早的恒星和星系。这些最早的星系又通过引力互相吸引，沿着一条条细丝状的气体链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这个结构被称为宇宙网。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块巨大的海绵，星系沿着海绵的骨架排列，骨架之间是巨大的空洞，空洞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有的空洞直径达到好几亿光年，里面空得让人发慌。这种结构不是随机的，它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那些微小涨落的直接后代。早期宇宙里密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星系团；密度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空洞。138亿年前的量子涨落变成了今天宇宙的骨架。但是在大约50亿年前，膨胀和引力的拉锯战出现了一个转折，膨胀开始加速了。1998年，两个独立的天文团队几乎同时宣布了一个震惊科学界的发现。他们用一类叫 EA 型超新星的特殊天体作为标准烛光，测量了遥远星系的距离和退行速度。EA 型超新星是白矮星爆炸产生的，亮度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宇宙中天然的灯塔。通过比较不同距离的超新星的亮度，天文学家可以追溯宇宙膨胀的历史。结果发现，远处的超新星比预期的要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们比预期的更远，意味着在它们发光的时候到现在，宇宙膨胀的速度加快了，不是减慢了，是加快了。如果只有引力在起作用，宇宙膨胀应该越来越慢，因为引力是吸引力，会拉住膨胀。就像你往天上扔一个球，球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因为地球引力在拽它。但观测告诉我们，这个球不仅没减速，还在加速往上飞，有什么东西在推它。这个推手被叫做暗能量。暗能量是什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它不发光，不发热，不和电磁波相互作用，我们完全看不到它，测不到它，只能在宇宙膨胀的加速中推断它的存在。它占了宇宙总能量的68%，也就是说，宇宙中68%的成分，我们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27%是暗物质，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有5%是正常物质，就是你能看到的一切。恒星、行星、星系，你和我只占5%，95%的宇宙是未知的。说真的，作为人类，这个认知
有点让人脚底发凉。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座冰山，我们能看到的一切恒星、星系、星云，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点点尖尖，水面下面还有95%，我们只知道它在那儿，但不知道它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什么质地。有人问，暗能量会不会就是爱因斯坦当年的宇宙常数？也许吧，宇宙常数的数学性质确实和暗能量的表现一致，但宇宙常数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暗能量是否随时间变化，目前还有争议。2025年有一项研究声称，暗能量可能在减弱。如果这个结论被证实，那暗能量就不是简单的宇宙常数，而是一种会演化的动态场。但这项研究还需要更多数据来验证，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暗能量的发现引出了一个关于宇宙终极命运的问题：如果暗能量持续作用，宇宙膨胀不断加速，未来会怎样？目前有3种主流的假说。第一种叫热寂，也叫大冻结，宇宙永远膨胀下去，越来越稀疏，越来越冷。恒星烧完了燃料，熄灭了，星系散开了，行星冷却了，所有的能量均匀分布在一个无限大的空间里，温度趋近于绝对0度，没有热量流动，没有信息传递，没有生命可能存在的条件。宇宙变成一个无限大、无限冷、无限黑的坟场，这是最无聊的结局，也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结局。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数万亿年后，最后一颗红矮星耗尽了燃料，宇宙中不再有任何光源，只剩下黑洞在黑暗中慢慢蒸发，通过霍金辐射释放出最后一丝微弱的能量。连黑洞都蒸发完了，宇宙中只剩下稀薄到无法想象的光子和基本粒子，在一个无限大的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飘荡，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生命，没有故事。第二种叫大撕裂，如果暗能量的作用强度随时间增加，不只是让空间膨胀，而是让膨胀加速到失控的程度，那么总有一天，膨胀的力量会超过引力、电磁力、强合力，把一切结构撕碎。先是星系团被拉散，然后是星系，然后是恒星系统，然后是行星，最后连原子和原子核都会被空间的膨胀撕开。宇宙在大约220亿年后迎来一场爆裂的终结，所有的物质从星系到原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第三种叫大坍缩，如果暗能量有一天减弱了，或者引力最终占了上风，宇宙的膨胀会停下来，然后开始收缩，越缩越快，越缩越紧，最终所有的物质和空间重新坍缩成一个点，就像大爆炸的逆过程。有研究在2025年提出，暗能量可能在减弱。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宇宙可能在大约333亿年后迎来大坍缩。我认为热寂是最可能的结局，理由是1998年发现宇宙加速膨胀以来，20多年的观测数据基本支持暗能量是一个恒定的存在，它的强度不随时间变化。如果暗能量是恒定的，宇宙就会一直加速膨胀下去，最终走向热寂。大撕裂需要暗能量持续增强，大坍缩需要暗能量减弱。这两个条件目前的观测都不支持。
当然，2025年那个暗能量可能减弱的研究值得关注，但它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来验证。在数据不够的时候，我站热寂这一边。但不管哪种结局，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遥远的未来，所有的遥远星系都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空间膨胀的速度终将超过光速，远处星系的光将永远无法到达地球。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会越来越小，最终只剩下本星系群里的几十个星系。那时候的文明，如果抬头看天，会以为宇宙就只有这么大。他们永远看不到宇宙膨胀的证据，永远看不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永远无法推断出大爆炸。我们恰好生存在一个还能看到宇宙全貌的时代。138亿年过去了，宇宙的创世余晖还没有消散到不可见，远处的星系还没有退行到视野之外。我们还能测量宇宙的膨胀，还能看到宇宙的婴儿照片，但这扇窗户正在关闭，每一秒钟都有大约一个星系从我们的可观测范围中消失，再也看不到了。说真的，你可能觉得宇宙的终极命运跟你没什么关系，300多亿年后的事情，人类到时候在不在都两说。但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一个困在尘埃上的物种，花了400多年时间，从认为宇宙是一个贴满星星的碗，到推断出宇宙有138亿年的历史，930亿光年的尺度，95%的未知成分，以及3种可能的终局。这件事本身就比任何结局都更让人震撼。夜空是黑的，不是因为宇宙空旷，而是因为宇宙年轻，年轻到大部分星光还没来得及抵达我们。而当我们终于看到了足够多的星光，拼出了宇宙的故事，我们发现这些星光正在离我们远去。所以下一次你抬头看夜空的时候，别只看那些亮点，看看那些黑暗的地方。那些黑暗不是空虚，那是宇宙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的秘密。而我们恰好活在还能提问的时代，这大概就是最让人既安心又不安的事情了。安心的是，我们知道了比400年前的狄格斯多得多的事情；不安的是，我们知道了还有95%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但话说回来，不知道才好玩，全知道了那才叫无聊。晚安。